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16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将芬太尼列为毁灭性武器，表彰边境士兵。美军再度打击3艘运毒船，8名毒贩身亡。澳洲英雄夺枪前已交代遗言，得知孔施左臂不后悔。布朗大学枪击案 ，FBI 视嫌犯新视频，悬赏5万。上海访民接维稳费黑幕，牵出官员分赃链。德州再有8座城市向神韵艺术团致赠褒奖。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环球直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美国总统川普周一晚间正式起诉英国广播公司，指控去年播出的一则新闻专题涉嫌诽谤，要求100亿美元的赔偿金。下面我们来连线华府记者张亮。张亮你好，可以和我们先介绍一下起诉的更多的相关情况吗？你好，陈月。一份长达33页的法律诉状呢，指控 BBC 在节目中故意扭曲川普总统的演讲，进行虚假、诽谤、欺骗性、贬损性、煽动性且恶意的描述，并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前一周播出，企图呢干预并影响选举结果，损害了川普总统的利益。诉状说呢，在这集由广角镜制作的节目中呢 ，BBC 拼接了川普总统在2021年1月6号在国会大楼遭闯入事件前发表的演讲片段，蓄意呢且恶意的试图彻底误导观众，试图以虚假、恶意和诽谤性的方式呢，将川普总统描绘成暴力叛乱分子。诉状要求赔偿100亿美元，因为这损害了川普的个人品牌价值，也损害了川普总统的商业和个人声誉。来看川普总统呢怎么说的。I'm suing the BBC for putting words in my mouth, literally. They put words in my mouth. They had me saying things that I never said coming out. I guess they used AI or something. So we'll be bringing that lawsuit. A lot of people are asking, when are you bringing that lawsuit? Even the media can't believe that one. They actually put terrible words in my mouth having to do with January 6th that I didn't say.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也就节目中对川普演讲的剪辑方式呢道歉，在11月13号说，他们的剪辑呢无意中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呈现的是演说中的一段连续的内容，而非取自呢演说不同位置的摘取。那这也导致了外界错误的以为川普总统呢曾直接的呼吁采取暴力行动，但是呢 BBC 对诽谤指控呢不承认。川普总统表示，他计划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呢讨论此事。说首相呢对这件丑闻呢也感到非常的尴尬。陈月，好的。那么另外，美国在打击芬太尼的行动，川普总统周一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把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请问张亮，签署这道行政令的作用和影响是怎么样的？好的，陈月。那白宫发布了公告说呢，为保卫美国免受化学武器侵害，川普总统呢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非法芬太尼及其的核心前体化学品呢列为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那根据这项行政令呢，美国各部门呢将采取以下行动。首先呢，司法部长邦迪立即呢对芬太尼贩运案件呢提起刑事诉讼，并要求呢加重刑罚和量刑的调整。其次呢，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对参与或支持制造、分销和销售非法芬太尼及其核心前体化学品的相关资产和金融机构呢，采取适当的行动。第三呢，战争部呢将根据需要向司法部提供增强的国家安全资源，将芬太尼威胁纳入其中，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防扩散相关的威胁性情报呢，识别芬太尼走私网络。白宫公告说呢，川普总统正在采取一切手段的打击利用芬太尼杀害美国人的贩毒集团和外国网络。来看川普总统怎么说。But these are a direct military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y're trying to drug out our country. And in May, we
executed the largest fentanyl bust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seizing 3 million fentanyl pills all at one time. Think of that, 3 million pills. It's amounted to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drugs. 另外呢，白宫还表示，除了阻止非法越境毒品贩运之外的一个月以来呢，已经有超过250万名非法移民呢被驱逐出境。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的边境事务主管霍曼等内阁官员呢，周一还在白宫呢为保卫南部边境的军人颁发勋章。陈月，好的，谢谢张亮的报道。另外，美国军方周一表示，他们在东太平洋击沉了3艘涉嫌贩毒的船只，当场击毙了8名毒贩。这是川普政府在打击非法运毒方面的最新行动。美国南方司令部周一晚间推文证实，这次空袭是在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和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的指示下进行的。3艘毒品船在国际水域航行，由被美方列为指定恐怖组织的团体操作。情报证实，事发时3艘船正沿着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走私路线航行，从事毒品走私。联合特遣部队对他们进行了致命打击，8名男性贩毒恐怖分子被击毙。第1艘船3人，第2艘船2人，第3艘船3人。截至目前，美军在东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已摧毁超过20艘毒品船，累计至少击毙95名毒贩，标志着美国在打击跨国毒品走私方面的力度明显提升。美国总统川普强调，针对非法运毒活动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遏制毒品流入美国。他还表示，美国正与贩毒集团处于武装冲突状态。目前，美军已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数十年来最大规模部署。川普总统表示，接下来很快会展开陆上行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王艳乔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周一正式把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一天，他还宣布起诉 BBC， 寻求100亿美元的赔偿。本台记者杰克·布拉德利采访了民主党策略师玛丽·史密斯以及共和党战略家梅利克·阿卜杜勒，来看他们的分析。欢迎你们！现在，白宫正式把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请看川普总统稍早的讲话。We're formally classifying fentanyl as a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which is what it is. No bomb does what this is doing. 200 to 300,000 people die every year that we know of. 玛丽，这项命令指示司法部长立即追究刑事责任，加大对芬太尼贩运的打击力度。你认为这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两党一致认为，必须尽力应对芬太尼危机，这包括确保边境安全，防止毒品流入，在海上逮捕试图把芬太尼运入美国的人，敦促中国等在芬太尼生产上负有重大责任的国家在本国内部解决问题。但将芬太尼视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认为这不能真的阻止芬太尼。我认为这是川普为打击芬太尼贩运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的法律依据。梅利克，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怎么看这个认定？众所周知，大多数芬太尼是经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这项定性和其他类似认定一样，赋予总统特定的权利来应对危机。事实上，将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身就获得了跨党派支持。如果回顾以前的报道，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多位跨党派州检察长就试图推动过这个定性，这可以让美国总统采取不同的手段。进入下一个话题，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很快起诉 BBC， 因为 BBC 歪曲了他在1月6日的演讲。我们来看一下。In a little while, you'll be seeing I'm suing the BBC for putting words in my mouth. They actually put terrible words in my mouth having to do with January 6th that I didn't say. 总统指的是一部 BBC 纪录片，其中一段剪辑过的影片，让人看起来好像是他在呼吁暴力。BBC 后来承认那是一个错误，但否认构成诽谤。玛丽，你认为总统起诉 BBC 诽谤有道理吗？要说清楚，总统当然可以对 BBC 剪辑这部纪录片的方式感到不满，
那种剪辑方式确实不妥当，但 BBC 已经承认错误，而且 BBC 的高层也有人因此辞职，所以我认为他应该向前看，专注在经济上。梅利克，关于这起诉讼你怎么看？确实有投票支持川普的选民希望他采取行动，因为整体媒体都被武器化来对付他。别忘了，美国国内已经有多家媒体和川普达成和解，这其实就是承认媒体存在着巨大的偏见。不过，起诉 BBC 是否真的重要是另一回事。我个人认为，因为起诉对象是 BBC， 大多数美国人其实并不在意。但是美国的一些媒体甚至法律，许多人都觉得法律被用来攻击川普。确实有很多人希望他真的能起诉这类机构。玛丽史密斯、梅利克·阿卜杜勒，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彩分析。美国联邦调查局周一宣布挫败了一起威胁恐怖阴谋，逮捕并起诉了4名嫌犯，包括1名华裔女子。检察官指控他们涉嫌策划在洛杉矶新年夜搞连环爆炸。司法部指出，他们都是亲巴勒斯坦极端组织成员。The subject arrested envisioned planting backpacks with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to be detonated at multiple locatio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argeting U.S. companies.These bombs were to blow up at the same time on midnight this New Year's Eve. 被捕的4个人都来自洛杉矶地区，4名被告分别是30岁的奥黛丽·伊林·卡罗尔、32岁的扎卡里·亚伦·佩奇、41岁的提娜·赖、24岁的丹特·加菲尔德。FBI 的1名线人提前拿到了他们的计划。It included instructions on how to manufacture the bombs and contained guidance on how to avoid leaving evidence behind.That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m. Carroll and Page also discussed plans for follow-up attacks after their bombings, which included plans to target ICE agents and vehicles with pipe bombs. 上周五，几名嫌犯按计划在偏远的莫哈韦沙漠中亲手制造炸弹。They had everything they needed to make an operational bomb at that location, and they were subsequently arrested by the FBI before they could build a functional explosive device. 4名被告都是归岛解放阵线组织成员。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形容，这是一个亲巴勒斯坦、反执法、反政府的激进极端组织。另外，一位在新奥尔良策划另一起袭击的嫌犯也在周末被抓，他同样是归岛解放阵线组织的成员。FBI 局长帕特尔强调，会继续追捕这些恐怖组织成员，将他们绳之以法。这4名嫌犯在周一下午首次出庭，他们面临串谋和持有未登记的爆炸装置指控。预计在未来几周，检察官们会提出更多的指控。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陈淑彤在洛杉矶的报道。澳洲悉尼发生近30年来最严重的枪击案件。澳洲警方表示，这是一起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驱动的恐怖攻击。而菲律宾移民局今天证实，涉嫌发动恐怖攻击的一对凶嫌父子在犯案之前，他们曾经到过菲律宾南部的纳卯市，当地有伊斯兰国组织，目前还在持续运作。这2名凶嫌在菲律宾待了将近1个月，在11月28号从马尼拉返回悉尼。菲律宾安全部门正在调查这2名凶嫌是否在菲律宾接受过恐怖主义训练。澳洲悉尼邦迪海滩日前经传枪击案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16人死亡，而有一位勇敢的市民阿麦德徒手抢夺枪支来制服歹徒，被称为英雄。另外，为阿麦德设立的公众募款基金也已经突破了200万澳元。Think you've got my heart is strong. Think your courage is inspiring. Think you've got my. 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周二前往医院探视枪击案英雄阿麦德。阿麦德左臂有5处枪伤，其中1枚子弹深入左侧肩胛骨。他的伤势比预期严重得多，失血严重，有可能因此失去1条手臂。It was a great honour to meet Ahmed El Ahmed. He is a true Australian hero. He's very humble. He went through his thought processes as he saw the atrocities unfold. He had gone to Bondi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He was trying to get a cup of coffee. Simple as that, and found himself at a moment where
people were being shot in front of him, h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and his bravery is an inspiration for all Australians. 案发当下，阿麦德决定挺身而出，曾向旁人表示：“请去找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是为了救人而倒下的。”随后，阿麦德成功夺走了嫌犯手中的枪，却遭到第2名枪手开枪击中。Tomorrow he will undergo further surgery. His mother and father are here visiting him from Syria, and I was able to meet them as well. They're very proud parents. At a moment where we have seen evil perpetrated, he shines out as an example of the strength of humanity. We are a brave country. Ahmed al-Ahmed represents the best of our country. We will not allow this country to be divided. That is what the terrorists seek. We will unite. We will embrace each other, and we'll get through this. 先前有媒体误报阿麦德是水果店老板，但他其实经营的是烟草专卖店和便利商店。一项为阿麦德发起的募款活动，截至周2下午，已经有超过37万人捐款，募得超过200万澳元，其中包括美国亿万富豪避险基金经理人艾克曼，慷慨捐出10万澳元。美国总统川普也公开赞扬阿麦德拯救了许多生命，是非常勇敢的人。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义豪、陈思琪综合报道。震惊全美的布朗大学枪击案搜捕行动进入了第4天，警方周一公布了第2段嫌疑人视频，并悬赏5万美元征集嫌犯信息。同时，当局也确认了2名受害学生的身份。We are also here to announce the FBI is now offering a reward of $50,000. 布朗大学枪击案有新进展。周一下午，警方公布了第2段嫌疑人视频。一名住户提供的监控录像中，一名大约1.73米、头戴口罩和针织帽、穿深色衣服的男子沿沃特曼街的人行道离开校园，距离枪击案事发地工程大楼大约1个街区。监控录像的拍摄时间是下午4点06分，比布朗大学工程大楼枪击案的第1通报案电话晚了1分钟。这段视频没有正面拍到嫌疑人的面部。联邦调查局发布通缉令，悬赏5万美元，征集嫌犯信息。And we believe that that's the same individual that we showed you from the previous video that we released. FBI 警告嫌犯持有武器，很危险。Of the individual responsible, who we believe to be armed and dangerous. We're asking everyone in Rhode Island and beyond to review the new images of the suspect, share them on social media, and come forward if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布朗大学住宅区一排警员正在积雪上地毯式搜寻证据，法警也在逐户敲门，筹集嫌犯可能留下的影像画面。警方判定这是单一事件，只有1名枪手。And the sooner we can identify that person, the sooner we can, I think, blow this case open. But that's work that has to happen in the next 24 to 36 hours. I'm trying not to use the worst language possible that I can to describe this guy, but I hope that, he gets punished to the worst extent possible of the law when he's caught. 布朗大学外摆满鲜花，悼念2名受害学生。目前，当局已确认2名受害学生的身份，一个是布朗大学共和党学生会副主席，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大二学生艾拉·库克；另一位是穆罕默德·阿齐兹·乌穆尔佐科夫，出生在乌兹别克。美国副总统万斯发推文说，在一个左倾的校园里领导一个保守派组织需要非凡的勇气。我为我们国家失去这样一个耀眼的新星深感悲痛。万斯在另一则推文中说，布朗枪击案的第2名受害者身份似乎已经确认，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梦想成为外科医生。愿穆罕默德·阿齐兹·乌穆尔佐科夫的灵魂安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江迪亚综合报道。
美国名校布朗大学上周末发生的校园枪击案造成了2死9伤，警方拘捕了1名嫌疑人，但因为证据不足，又释放了他。日前调查还在进行中。据布朗大学学生和当地的居民都说，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原本是很安全的，发生这样的枪击事件，而且是在一个有261年历史的名校，这让人很吃惊。那么，关于这次校园枪击事件应该怎么看，又给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是华裔美国移民、畅销书《毛氏美国》的作者希姐。希姐您好，欢迎您。你好，谢谢。您好，您在推文中说，您和这次枪击事件中遇难的学生艾拉库克曾经是有过一段非常短暂相处的经历。您可以谈一谈这段的经历，还有就是您对他的印象吗？对，这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我是非常非常震惊。当我前天晚上知道，就是受害者其中的一个是我见过面的，我简直是不敢相信。我是4月份的时候呢，被这个Providence 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组织去邀请我去讲演，其中他们中间的一个呢是布朗大学的那个 faculty。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那个给我一个机会参观布朗大学，因为这也是非常有名的嘛。所以我就去了以后呢，他们就请我吃饭，完了就邀请了3个校园里的保守组织的这个3个年轻的成员，其中一个就是 Ella。那饭也就是一两个钟头，但是我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首先，这个他是从阿拉巴马来的哈，而也就19岁、18岁我们谈了很多话题，其中一个我就说，布朗这个大学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左的，你们在这个学校里面3个人哈，作为一个这个保守公开的保守学生，而且还这个 Ella 还是这个组织人之一。我说你们什么感受？他们就说不容易，不容易。当时我就非常就是欣赏他们的这种勇气，确实是不容易。因为在这种学校里，你想一想，在一个布朗大学有12000的学生，就是12000吧，对，只有他们这个组织里面只有20个成员，那么这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是倾向保守的，但不敢参加他们的组织，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勇气的，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完了以后呢，我听到这个枪击事件以后呢，我就想到我去布朗大学的这个经历，但真是没有想到，既然是其中的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简单的校园枪击事件，因为这种事情，是确实是发生的很多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性非常大，是一个政治事件。因为现在很多不同的消息来了，说是这个枪手进来的以后是找着他。是对准他的，他不是就是随意乱开枪的，而且他们当时在这个教室里复习课的时候是Ella 的同学，是他们都是比较比较这个保守的，我是这样的，我听的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整个是有预谋的。是政治谋杀。那么另外一个受害者我就不太了解，就是从那个乌兹别克斯坦来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中间的也是保守派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和这个左派是有冲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你想一想，我们现在离这个Charlie Kirk 被刺的就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现在又开始来对准这个保守学生。现在的大学真是成了一个我就觉得是一个战场。
那么现在凶手警方还是没有抓到，很多情况呢，我们现在也还是不清楚、不知道。但是网上呢有很多的信息，还有就是对于嫌犯的作案动机说法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是针对某个团体啊，就刚才您也就是稍微提到了一下，还有就是或者是说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是说嫌犯有精神障碍等等。那么就是根据您的这个观察，如果做一个推测的话，您觉得哪种情况是比较有可能的呢？我已经说了，我觉得是可能是是从政治这个角度，这个他的这个就是motive，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现象，在大学里面，这个就是教师保守派的比例几乎是少于5%，那学生里面也是非常少的。现在看来就成了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我想提醒，因为你们的观众大部分都就是华人，我觉得华人要在中间接受这个教训，什么呢？你不能就是一头就是要把你的这个孩子培养好，完了送到高校里面，完了以后就会飞黄腾达。现在情况可不是这样了，你把你的小孩送到大学里，这可能性就是被洗脑的是太高了，很多就是小孩送到学校以后回来以后，完全跟他们的世界观相对，完全就成了一个就成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者。那些还保持这个保守观念的，现在就处于非常危险的这种这个地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令人就是惊撼的，就是现在在美国当保守派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儿。好的，谢谢希姐。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也说到了，就是从9月11号查理克克的然后被暗杀，还有到这次的布朗大学的枪击案，就在短短这3个月这期间呢，美国大学校园内发生了这么多起的伤亡的枪击事件，而且还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和受伤。那么在您看来，就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避免这类的暴力事件，或者是说从根本上应该怎么样解决呢？就要从学校开始。首先要把这个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一定要把这个动机搞清楚。现在看来确实是跟政治有关，跟这个意识形态有关。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是就是作为保守派，我们没有这个掌握掌控权，因为可能是95%的这个大学吧，都是掌控在左派手里。这个也不是就是1-2天的事情呢，这已经是几十年的事情了。那么要改变这个现状也不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作为家长的话，你可以从你孩子做起，从这个就是，而且不光是大学了，现在是要从幼儿园做起。那么作为一个咱们普通的这个华人的话，我们应该从学区做起，从这个就是一定要就是要 getting involved。像这个学校的这个校总会的这些，你要知道谁在里面，谁在竞选，他们是左派还是保守派。保守派不是说左派和保守派他们两个都是就是不同的派别，一个是要保守传统观念，一个是要把我们往共产主义这条道路上引。所以一定要知道，那么我觉得要把这个学校这个制度一定要把它夺回来，而且都是大家的事儿，这不是说什么一个川普总统你就把这个事儿办了，不是，这一定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get involved。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也感谢您的连线，谢谢。谢谢，谢谢，再见。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遭港府宣判他所谓的3项罪名成立，引起国际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对港府的宣判感到非常难过，并喊话中共要放人。Jimmy Lai was convicted today in Hong Kong. Do you have any reactions? I feel so badly. I spoke to President Xi about it, and I asked to consider his release. He's not well. He's an older man and he's not well, so I did put that request o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Okay? Yeah, please, Katie.
中国大陆经济萎靡，民不聊生，但是维稳费用却有增不减。多名上海访民披露，当局通过黑监狱和雇佣第三方人员等方式，长期非法关押和迫害访民。这维稳的背后隐藏着一条层层分赃的腐败利益链。上海访民陈婷兰介绍，2007年，她花费10余万元购买了一处房屋，却被原房主兄弟长期霸占。尽管3级法院判决对方返还房屋，但是上海静安区法院拒不执行，令她无家可归。2023年11月，陈婷兰进京上访，却被静安区驻京办的10多名维稳人员围殴。他们人多嘛，连抬带拖，当时我疼的这个心像撕裂的一样，架着我车里向一塞，把筋也拉断了，然后骨裂了。今年7月，陈婷兰进京上访后，又被当局非法关押到崇明岛一处以农家乐为名的黑监狱，被切断胰岛素等药物供应，险些丧命。陈婷兰是受到迫害访民中的冰山一角。上海70岁访民刘东宝在同一个黑监狱被殴打到双腿瘫痪。上海老访民马雅莲的房屋于1998年遭到强拆后，因多次维权被关押，遭受酷刑，终身都需要拄着拐杖。这个政府越来越黑，我看不到任何出路。反正这个国家是没有最黑，只有更黑，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人权。各地基层政府雇佣大量维稳人员，他们的经费从哪里来？街道里雇第三方来看住我，一天就将近5000块钱费用，然后就是第三方给赚了。第三方拿着这个钱，再打通各个方面的个关系，才能拿到这个活儿。他听黑监狱负责人说，不给访民解决问题，就是为了能赚到维稳费。国家信访办里面的工作人员也在讲，说现在中国经济不是很好，但是2样是增加，一个是军费，一个是维稳费。在我们身上维稳这个钱，有的小100万，有的是几十万，不等。陈婷兰表示，大陆民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早日改朝换代。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老百姓才有希望。这个政府如果是不行了，我们盼下一个政府。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侯宁、黄宇宁采访报道。周二，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原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祁同生受贿案宣判，祁同生以受贿罪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祁同生在2024年10月8号退休约1年半后落马。通报称，祁同生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超过1亿1100万元。祁同生现年73岁，是中共正部级官员，也是中共20大后被查的年龄最大的老虎。12月14号晚，由日本议员及日本民间组织举办的纪录片长春放映会在东京举行。本次放映会的发起和主推是来自民间的力量。随着法轮功遭中共迫害的事实在日本广泛传播，日本自发为法轮功发声的人士越来越多。多次观赏过纪录片《长春》的日本东京都江东区议员二平文龙与草根保守会，在东京深川江户资料馆共同举办长春放映会，向日本民众大力推荐该影片。我有幸多次观赏这部电影，一直想在我所在的江东区举办放映会，让更多居民有机会看到并了解中共政权迫害人权的行为，这是我举办放映会的主要目的。草根保守会会长反乌顺一观看电影后，非常佩服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勇气。他表示，今后会尽力支持法轮功。看后心情非常沉重，虽然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一切在心里已经有了准备，但通过电影亲眼目睹后，内心还是非常痛苦。我身处日本，想为法轮功学员提供支持。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活动的影响已经深入社会，此次影片《长春》得到日本议员的大力推广就是其中一例。影片中有许多勇敢的人物，其中刘成军令我印象深刻，他的勇气与行动深深打动了我。观看这部珍贵的电影，对我们而言是一次重要的学习机会。法轮功学员坚守信念，贯彻始终，这信念与坚强的意志正是我欠缺的，他们让我非常感动。
心如刀割。中共不允许自由的政治体制，其国内的情况恐怕比想象的还要严酷。那里有我们平时无法体会的恐惧。长春让我再次感受到这一点。在过去的1周，影片《长春》已在日本福冈、广岛、岛根、东京等多地举行了放映会，期间众多日本人到现场观看影片，了解法轮功真相。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许婷、乐飞东京采访报道。适逢神韵迎来成立20周年，继德州12座城市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令之后，德州再有8座城市向神韵致赠褒奖。同时有城市宣布，今年12月26号为神韵艺术团日，表彰神韵艺术团对社区以至世界的杰出贡献。德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市长宝莱特 ·M· 瓜哈尔多在褒奖令中表示，科珀斯克里斯蒂市鼓励所有市民表彰这场精美的世界级艺术演出和它所代表的慈爱、忠诚、善良、宽容以及孝道等普世价值。这些价值在当今世界引起了深刻的共鸣。他还宣布，今年12月26日为神韵艺术团日。德州阿灵顿市长吉姆·罗斯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令，欢迎神韵来到北德克萨斯，赞扬神韵艺术家、音乐家及制作团队致力于追求卓越艺术与文化交流。德州黎城市长凯文·科尔在褒奖令中说，无神论的中共独裁政权害怕神韵呈现的传统文化和价值，对神韵发动了跨国镇压，手段包括对剧院施加压力、炸弹威胁、虚假信息，甚至动用法律战。但是尽管受到中共的镇压和恐吓，神韵艺术家还是勇敢地坚持使命，不断为世界各地的观众带来美、希望和启迪。还有5座德州城市的市长向神韵颁发褒奖，他们是沃克希哈奇市长比利·华莱士、法莫斯布兰奇市长特里·林恩、萨克斯市长杰夫·比克斯塔夫、拿骚湾市长菲尔·约翰逊、泰勒莱克村市长乔恩·基尼。他们在褒奖令中都写道，特此表彰神韵艺术团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对社区的重大贡献，以及在逆境中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精神。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刘芳综合报道。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中国经济萧条，大量商场生意冷清，关门倒闭。Hello, I'm Mary Jo Daly. I'm a state representative for the 148th District, which is comprised of a big part of Lower Merion Township, the borough of Narberth, and White Marsh Township. And I just wanted to say Happy New Year. As we get closer to 2026, I think we're all looking for a very good year. 关系到你人生的秀，这就是你生命等待的。神韵每年1套全新节目，传统医学的不懈承传。匠心独具的孜孜探索，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6年生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高效提升人体吸收效率，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无糖、无咖啡因、无人工添加，天然、纯净、有效。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立即订购，请访问
普瑞堂.com。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中共官方倡导所谓的经济光明论。中国社群平台抖音发布《抖音社区财经行业公约》，其中要求财经领域的创作者要完成专业资格认证，禁止没有经过认证的账号来发布专业内容或推荐相关服务，甚至禁止所谓的恶意唱衰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萧条，大城市人口大幅减少，以往市中心热闹的商圈现在是人烟稀少，商场十分冷清，各地的大量商场和商店关门倒闭。此外，当局封锁边境多年，云南等边境地区贸易受阻，导致民不聊生。12月15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898亿元，年增1.3%，季减0.42%，创下疫情冲击以来的最低纪录。呼和浩特市民王女士透露，以前市中心热闹的商场和火车站周围的商圈人山人海，现在人烟稀少，大量商店关门倒闭。其他城市也是同样情况，乡下人口更少。这几年疫情带走太多人的生命，出生率又降低，学校也招不满学生，只有医院每天大排长龙。内蒙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中心有个比较大的商场，以前人特别多，最热闹的地方叫海亮广场，最近都快惨了，东西卖不掉，也没人进去逛，冷冷清清，人口减少的太厉害了。很出名的梁山酒小吃今年就关了。在北京大型商场开店做其实生意的小刘表示，去年下半年开始生意变差，今年更差了，整个商场没什么人上门，店员都比顾客多，大家都在苦撑，都很迷茫。我们这里综合的一个商场装修这一块很多，生意差的几乎没有什么人。我们店里边现在一天也去不了1-2个人。楼下他们是搞餐饮的，也换了多少波了，5-6波都不行。国内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好做。上海市民刘先生表示，中国2大经济支柱房地产和外贸都塌了，内需也拉不上去，导致百业萧条。外贸没有订单了，企业就开不下去了，工人就失业了，他就回老家去。整个老百姓很穷，不买什么东西了，而且躺平了，导致了所有的商业区啊，或者开始变得冷冷清清了，这消费就上不上去啊。住在怒江边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村民任先生透露，以前边境贸易很繁荣，疫情爆发后，当局封锁边境，击垮当地经济。原来边境基本上没有什么贸易了，有的地方可以偷渡，但是现在是很少了，管得比较严嘛。这里的人很辛苦，他农业嘛，种玉米啊、水果、农产品，经济情况差得很了。去外面打工的人大部分都回来，听说是有人批到缅甸去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熊斌、彭新宇采访报道。世界茶叶大赛颁奖典礼12月在法国巴黎举办，台湾茶农共拿下了54个奖项。就在台湾茶农出席领奖时，却遭到中国大陆人士闹场，失控高喊误导信息，现场嘉宾纷纷挺身制止。中华民国外交部周一呼吁中共停止胁迫，要遵守国际社会文明礼仪规范，避免贻笑国际社会。来自台湾台中梨山的茶叶公司执行长，日前参加法国世界茶叶大赛，获得特别奖。颁奖时，台上秀出中华民国国旗，却遭台下的中共外管人员闹场，被现场嘉宾屈身制止。我们把事情做好，对我们在国际上有一些重大的贡献，我觉得对靠实力了啊，大家其实就会自然而然就会认识我们。跟其他国家代表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们是说，我们在防疫上很成功，我们是。防疫之后认识我们台湾的，我们在国际上知名度是大大提升的。中华民国外交部呼吁中共遵守国际文明规范，强调中共从来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外交部还说，中共人员的英文听不清楚，如果讲的是台湾是天道，还认为台湾确实是良善存在。如果他讲的是台湾 is providence， 那我认为说台湾的存在本来在这个国际社会上就是一股良善的力量。那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出的贡献也有很多，但是如果说刚刚的那位中方人士他说的是台湾 is a province part of China 的话，那在这里我就要严正的驳斥以及重申更正他的说法，可以非常的清楚看出
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虽然中共外管人员企图打断介绍，但主办单位未理会，继续颁奖。外交部表示，在这场国际比赛，台湾总共获得了10面金牌、8面银牌、12面铜牌，以及24面的特别奖。可见国际上面对于台湾茶产品的肯定，再次让世界看见台湾优异的茶文化软实力。西台人亚洲电视邱天喜、胡宗汉、姚汉宇，台湾台中综合报道。广告之后，您将看到日中关系紧张，上野公园2只熊猫提早归还中国。日本将提早1个月把最后2只大熊猫归还给北京。消息传出后，成千上万的粉丝周二涌向东京上野动物园，希望最后再看一眼这对双胞胎大熊猫。届时，日本境内将在近半个世紀以来首次出现0熊猫。ショックですね。は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どうしてショックですか？やっぱりその自国でパンダが見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なショックがやはり大きいですね。东京周一宣布，4岁的熊猫小小和蕾蕾将于1月底返回中国，比原定的2月20号提前。这对熊猫2021年6月出生在上野動物園，它们的离开将是日本自1972年日中建交以来首次面临熊猫真空。はい、やはり、上野動物園で生まれた初めての双子のパンダという意味で、そこの部分で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っ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繰り返しになってしまうんですけど、この双子の誕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私たちにいろんな意味で、経験とそれから、感動を与えてくださいました。本当に感謝です。尽管依依不舍，铃木人表示很高兴看到这2只熊猫健康地回到中国。熊猫原产于中国，长久以来一直被中共利用来搞熊猫外交，向贸易伙伴租借熊猫以示奖励，或利用熊猫来报复一些国家。租借协议结束后，它们通常会返回中国，在海外出生的幼子也不例外。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刘芳综合报道。下面请看一组环球财经简讯。比特币在周一夜晚大跌，周二亚洲交易时段价格徘徊在8.6万美元附近。虽然比特币在10月曾创下12.6万美元的历史记录，但之后不断下跌，今年以来已下挫8%。数据显示，目前交易量非常低迷，显示市场缺乏信心，而且投机参与度也在下降。路透社周一报道，全球最大证券交易所之一的纳斯达克计划当天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准备推出全天股票交易。第一步会将目前每天16小时的交易时间增加到23小时，每周5天，预计2026年下半年开始实施。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贸易部长布莱恩特周一在伦敦和韩国通商交涉部部长吕汉九签署了2国之间新的贸易协议。英国98%的商品将能零关税进入韩国，和欧盟的待遇相同。欧盟执委会准备放宽原定2035年新车零排放的规定，将允许最高达10%的非电动车继续销售。德国和意大利的汽车业大厂面临中国电车的压力，要求欧盟执委会同意继续销售合成燃料的混合动力汽车。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郑智综合报道。广告之后，您将看到神韵美如天堂，抚慰心灵，各族裔感恩与神相连。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立即订购，请访问普瑞堂.com。
世界第一秀神韵即将在12月18号开启全球巡回演出。每一年，神韵都会以出神入化的舞蹈、光明璀璨的舞台和充满神性的精神内涵，打动世界各族裔观众的心。他们由衷地赞叹，看演出仿佛是与神相连，重获力量和希望。 The actual energy of the dancers, the visual feast of the beautiful choices of colours, the clever use of a background that's animated and becomes part of the show. Absolutely amazing. So it's captivating on so many levels, both as entertainment and as a subtle spiritual message. Absolutely. The lightness, the grace, the smooth movements is super divine. Je pense que un petit peu comme ça a été montré dans le spectacle, c'est comme si pendant ce moment-là, quand on vient voir le spectacle, on était un petit peu rentré dans un paradis. Et donc pendant ce moment-là, on devient un petit peu divin nous-mêmes. Donc c'est en cela qu'on les remercie, parce qu'on rentre avec eux dans un monde de divinité. 不仅仅是如梦如幻的舞台艺术，神韵抚慰心灵的强大能量，也令观众感到仿佛进入圣境，与神同在。Il y a beaucoup de générosité, beaucoup d'amour et beaucoup de générosité et d'amour. J'ai pas d'autre chose et pas d'autres mots qui peuvent caractériser ce que j'ai vu, vraiment. It gives you very much sitting in the audience. I think you feel connected with that because you do, like I said, you get a sense of peace and calmness. So I think that divineness definitely is coming out to everybody in the audience to share. So I think it's amazing and I feel truly blessed to have experienced it. I really do. Weil es einfach auch was fürs Herz ist. Es geht einfach ins Herz, ins Gemüt. On se sent lumineux, on se sent plein de couleurs, plein de belles énergies et on se sent lié au divin. 各族裔观众感动表示，从神韵中看到对信仰的坚守，看到神的救赎，令他们的内心重获光明与希望。These stories of working towards enlightenment and awakening and the divine within people, I thought it was lovely. A lovely way of putting it. 我觉得神韵，他把那个神放在里面是最好的，应该把对神的这种敬畏，把神的那恩典，把神的救赎，把这个当作我们人生的最后的归属。La prima cosa in assoluto è questa forza e questa necessità di sollevarsi anche in mezzo alla persecuzione, in mezzo al dramma e alla tragedia. E questo io l'ho trovato nel mio cuore mentre vedevo lo spettacolo come un faro di luce che ci guida e ci spinge, ci motiva ad andare avanti. The humanity, the spirituality, civility, love, going deeper within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outside, and all of those good things, I think, that we forget. And when we come to a show like this, it reminds us, I think, who we are, why we came here, that we're all connected, interconnected, and we are one big family. What's incredible is that it's a world that none of us have any idea how great it can be. Well, that there is a divine creator, and that creator is coming back to take care of all of us, to have us. 天上の神様のような存在も本当にいろんなことを今の地球もおかしくなってるから救っても欲しいなというようなね願望も持ちながら見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た。所以我很幸运，就是说能够在这个时期，就是说能够跟创世主一起，就是同在世，我觉得特别幸福。I would say you have to see this. You have to make time because it will inspire you. It will cause you to think deeply about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and it will cause you to want to do good and kindness and make a difference in our world. 神韵是一场关系到您人生的演出。2026年神韵演出季即将开启，更多详情请查询官方网站。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周琦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直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